大家好，我是多多。在看视频之前，请给我点个小爱心，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。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，人在临终前一天身上会出现11个异常，一起来看看吧。有生就会有死，这是必然的过程。如果家里有老人身体不是很好，那么关于结束的话题，我们始终要面对。人离开这个世界，最理想的情况是，一个人在生命的尽头应该是舒适的，没有任何痛苦的迹象和症状。但是像死亡的过渡，就像生命的开始，这是一项艰辛的旅程。生老病死是自然现象，更是天地间人类无法改变的法则。人们对于分离总是抗拒的，尤其是生死离别，更是无法让人接受的事实。一般人在临终前都会有些征兆，什么情况出现时会让亲人阴阳两隔？民间有个关于临终的说法，就是人在走之前的一天里会出现回光返照。不少人也表示，自己的亲人在去世前胃口会变好，精神也恢复不少。这是真实存在的吗？一旦出现下面几种征兆，就要小心了，多陪陪亲人吧。一，人在死亡之前会回光返照。回光返照是佛教和道教的一种用语，本身是检查身心、自我反省。如今民间大部分的说法是指人在将要去世之前，突然精神状态极佳，对周边的人事物也都记得很清晰，本来脸色不好的人也变得面色红润，吃不下饭也变得胃口很好。当然并不是每个人在临终前都会有回光返照这个现象出现，比如睡梦中驾鹤西去突然猝死，其实所谓的回光返照是很正常的现象，因为人在死亡之前肾上腺素的分泌会加快，这是一种应激状态，身体很多器官都衰竭了，在本能的情况下会出现大量肾上腺素释放的现象。这种现象具有抗休克、抗过敏和抗炎、抗毒和升血压的作用，也对心脏有兴奋的作用，可以在短时间内让患者度过危险期。当然这一切都是昙花一现，如果要说这种现象的好处，那就是给家人时间，让大家和患者好好告别，用这最后的时间完成患者的夙愿。二，人临终的时候有什么表现？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人临终前的一些表现。一，会谈远行，说离别，说一些过去的事情。很多人在临终之前会经常把自己过去日子中的事情谈一谈，这些都是他记忆深刻的事情。在谈话过程中一定会说到自己如果要远行了，然后一些放不下的事情，如果自己在意的人不在场，那一定会交代身边的人。二，神志不清，有些人在临终之前身体各项机能都会消退，比如听不清或者看不清东西，对外界的反应非常差，迷迷糊糊好像昏睡的样子。三，身体柔软，部分老人在临终之前身体会呈现软绵绵的状态，没有力气支撑，特别是表现在脖子上，会处于一个拉拢的状态，没有办法立起来。每个人都会经历死亡这个过程，有些患者在最后的时间里还算幸福，他们可能特别能睡，甚至会在睡中悄悄离去。这虽然是令人不舍的，但比起常年病痛缠身的人来说，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四，进食，吃不下去饭，包括流质食物，腿部有积水，言语困难，这时家主就会召集族人和亲友来看最后几眼。此时家人最好做2个杂面小馒头，俗话叫做狗打馍，握在老人手里。
过去人穷安葬困难，希望野兽不要吃它。5. 生发烧，病人穿好寿衣躺在躺笼当中，如果心脏好一点的，熬的时间就长点。小便不能自控，面部颜色变黑，眼无光。6. 指甲变黑，乡间称这种症状叫玳瑁。死者从暗往里，颜色由黄变黑变全黑，人就死了，也许是死者脸心吧。7. 气跟不上，呼吸极其费力且微弱，脉搏极其弱，根本摸不到。此时面光发亮，所以回光返照。此时黑气入口，鼻子变形。8. 慈母泪流下，人的生命走到最后也不忘父母之恩。此时病人的肌肉松弛，面眼发亮，就是俗话说的回光返照，口角发黑。鼻子肌肉松弛而弯斜，2滴老泪从内眼角挤出，好像许多话要说。乡间老人说这是慈母泪，也叫感恩泪。9. 回光返照，当一个人的身体和心理都已经到了最后日子，那么其实还会有段时间回光返照。这种时候身体的激素水平会急速上升，就为了维持衰老的器官可以再次运作。我们很难说得清楚这到底是由于什么机制，但是却能够感觉得到，本来身体非常虚弱的亲属却突然变得精神振奋起来。这很有可能不是因为他们的身体出现了转机或者恢复，而是因为他们的身体确实已经到了尽头。10. 身体萎缩，当回光返照的时间过去之后，那么身体强壮就可能会出现大幅度的萎缩，这是应激状态过后之后必须会有的一个低谷。当这个低谷走完时，你的亲人可能就会离你而去。首先会出现呼吸变慢变得困难的情况，因为心脏已经出现了衰竭，所以供血和供氧都会不足，所以呼吸困难的情况会比较明显。11. 无法吞咽，由于喉咙和声带的神经控制都是非常接近的，所以当出现呼吸不畅和胡言乱语时，接下来就会发生无法吞咽的情况，甚至连水也喝不进，只能靠棉签沾取水分涂在嘴唇上，甚至连输液都输不进体内。亲人临终前，我们为何会有预感？生活中我们常常会感受到和听说，当一个人去世之前，他的亲人会感觉心惊肉跳，坐立不安，哪怕我们和患者之间相隔甚远，这样的感受也可能出现。不过在当时，有的人会将此联想到亲人的离世，有些则不知所以，一直到亲人离开的消息传到耳中，那一刻才恍然大悟，后悔未能送别。这个现象怎么解释？是凑巧还是真正隐藏着我们未能知晓的生命奥秘？神从哪里来？元因精血，源于五脏，源于我们的肉身。中医理论告诉我们基精全身，数问八正神明论告诉我们血气者人之神。这些都说明我们的心神虽然藏于心，但是却建立在身体物质的基础上，而亲人和我们之间在肢体上有着最直接的关系。中医理论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生命源于父母的两筋相搏。灵柩天年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生命以母为基，以父为盾，也就是说，父母亲的肉身生了我们的躯体。我们维持生命的物质源于父母亲的传承，这都是因为我们和亲人的心神通过肉身紧密相连。因此当我们的亲人因为疾病导致心神僵减的时候，我们就很有可能接收到这样的信号，就产生了若是心惊肉跳、坐立不宁、心慌意乱的感受。当你的亲人逐步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，请俯身将耳朵凑到他的嘴边，听听他弥留之际的话，那可能就是他一辈子的心结。别误了你们最后见面和交流的机会。
生命是非常珍贵而又脆弱的，只有见过一次临终前的人，才能理解人对活着的渴望，那种求生欲总是令人动容。所以我们要在有限的生命里，多多关心自己的所爱之人，别到失去时才后悔不已。感谢您的喜欢，愿你福生无量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制作视频不易，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别忘记点赞收藏，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